随着滕化元灭杀王林全族，王林便把这份仇恨深深地刻在心里。时光匆匆，岁月飞逝，眨眼400年悄然而逝。在赵国一处偏僻的传送阵内，一阵金光闪烁，王林从修魔海传送归来，重新踏上赵国的故土。王林直接双膝跪地：“爹娘，铁柱回来了，这一次儿要滕化元全族为你们陪葬。”雨落，白发青年涌上惊天杀意，望着赵国的大地。此时的王林修为已达元婴期，加上极境神石和诸多法宝，他同境界内无敌，就算遇见化神期大佬也能一战。不久，王林媲美化神后期的神识全开，顿时整个赵国的视野都在他的感知之中。此时的赵国基本在朴男子的掌控中，由于朴男子的帮助，滕化元在400年间从元婴初期晋升到元婴后期，借此他的滕家也顺势成为赵国第一修真家族，其地位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随着感知的深入，滕化元以及他所处的滕家城都被扫描了出来。除此之外，朴男子以及化神期的通天塔使者也被王林察觉到。思绪闪动间，王林冲天而起，在滕家城周围万里外落下16杆阵旗。此阵法让滕家城的人只能进不能出。王林的计划其实很简单，他在外面屠杀滕家人，制造恐慌，待他们族人全部逃到自以为最安全的滕家城时，再对他们进行真正的灭族。布置完成，行动开始。王林利用滕丽的灵魂引导，整个赵国的滕家血脉就犹如星星点点在他神识中显现。经历了400年，滕家的后裔数量已然达到一个恐怖的规模。半个时辰后，王林选择从最近的天道门下手。此门派有6名滕家弟子，其中最强的是结丹初期，其余5人仅是筑基期。王林劲翻一斗，10道劲气直接轰碎天道门的护宗大阵。在下与滕家子孙私人恩怨，挡路者死！喝声带着天威轰然落下，即便是天道门的元婴始祖都被震得吐血。紧接着，王林右手一招，那些滕家弟子便咔咔爆碎而亡。瞧的这一幕，天道宗的一位元婴始祖立马上前劝阻。王林神情冷漠，红色闪电瞬间秒杀了阻拦者。见到元婴强者半秒都没撑住，所有人皆是心胆震寒，不敢妄动，只能亲眼见证王林一边倒的杀戮。短短几息，天道门的滕家人全部陨落，随意将他们尸体捆在文兽口中的龙筋末端，王林便爆裂天际。下一个目标是万里外的无风谷，那里有滕家93名子孙。此时的王林并不急，他要慢慢的杀，他要让滕化元挣扎在痛丧族人却无法外出施救的苦海之中。无风谷是赵国的2流宗派，经过400年的发展，宗门几乎被滕家人侵蚀，成为滕化元的附属势力。虽然宗派有2位元婴期初期始祖，但在滕化元面前完全不够看，所以只能任凭滕家蚕食。不久，王林带着肃杀气息便抵达了无风谷门前。只见滕家人已经收到信息，他们在5座山峰上筑起护宗大阵，抵御强敌。王林没有丝毫停顿，他一拍储物袋，一把飞剑化作上古神龙，直接轰烂护宗大阵。紧接着，王林身子一闪，无情地对着谷内的滕家人冲杀而去。这一刻，无风谷仿佛成为修罗地狱，无数滕家人皆在恐惧和不甘中纷纷死去。自古以来，修真界就有一条规矩，凡是修真者乱杀凡人，那所有修士便需全力诛杀此人。但滕化元当初杀亡林全族时，却没有一个修士出来说一句公道话。这一切只是因为滕化元达到了元婴期，拥有一个庞大的修真家族，没有人会为了区区一族凡人而得罪滕化元。既然如此，那王林现在灭杀滕家族人也没有对错之分，有的只是弱肉强食。一炷香后，王林脚下的龙筋已然捆着百具尸体，他下一个目标是8000里外的一处山庄，那里共有174口滕家人。在遥远的滕家城内，滕化元愤怒地看着手中的玉简，好，4天时间杀我滕家961人，此人的身份查出来没？雨落，一名年轻人将一幅画卷递了上来，老祖，此人身份未知，凡是我滕家见过此人者均已死亡。这画卷是我费尽辛苦才从各派弟子那里得到的。翻开画卷，滕化元青筋暴起，灵力外泄，眼中还有一抹恐惧。当年王林临死前的那股眼神一直伴随他400年了。原来是你！就在滕化元自语时，一名手下来报：老祖，不好了，滕家城4周万里有道光幕隔绝，我们族人只能进不能出。此言一出，厅内气氛一片安静，他们都明白此次滕家要遭遇大难。滕化元听完，直接爆裂天际，待他来到万里之外时，身形狠狠撞在光幕之上。然而，任凭使用何种手段，光幕依旧纹丝不动，将他阻隔而下。深吸一口空气，滕化元脸上满是焦虑之色。能布下此番大阵的人，法力定然通天，而他所做的目的，明显是带的滕家族人从各处逃到滕家城时，再赶尽杀绝。
思来想去，滕化元不敢相信这竟只是王林布下的。即便王林机缘了得，这400年他顶多就是元婴初期，而这等实力，滕化元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因此，他此刻最忌惮的是布阵之人。沉默少许，滕化元将滕家城所有阵法开启，自己则保持巅峰状态，以待最后的决战。在另一边，王林正朝着合欢宗疾驰而去。合欢宗是魔道第一门派，其内高手众多，其中滕家弟子占据481人。此时此刻，合欢宗的老大阴阳老人一脸惆怅，他早就得到情报，有位不知名的魔修在到处追杀滕家人，而且对方可瞬间秒杀元婴期，其实力估计在化神期。眼下合欢宗有2大难题，若把滕家弟子赶出宗门，必会得罪滕化元；若不敢，那魔修定会杀上宗门。思虑再三，阴阳老人还是决定开启护山大阵，保护滕家弟子。毕竟滕化元背后还有朴南子和通天塔的使者撑腰。不久，随着钟吟声响起，合欢宗无数弟子在广场上集合。只见天空之上，王林面色冰冷地盯着下方大阵。此阵与数千合欢宗弟子灵力连通，除非达到化神，否则很难攻破。王林淡漠地瞥着阴阳老人，若不打开此阵，此地便血流成河。阴阳老人眉头一紧，他本想极力劝说，但王林却不给丝毫机会。随着王林极尽神识不断轰在大阵之上，合欢宗近千弟子接连倒地身亡，就连元婴后期的阴阳老人都口吐鲜血。最终，阴阳老人无奈妥协。下一刻，随着大阵打开，王林化作流光，对滕家弟子一阵杀戮。半炷香后，他把几百具尸体捆在龙筋上，便消失在天际。王林飞行间，神识继续笼罩赵国。此时的滕家血脉已然得知杀戮之事，他们所有的人正疯狂往滕家城迁移。随着神识的扫描，王林又发现7个不动的光点，而他们都是滕化元亲自培养出来的接班人。思绪打定，王林便准备从这7名核心族人上下手。仅仅1天时间，滕9、滕8、滕6、滕5、滕4，5名核心族人纷纷被王林斩杀。就在他欲杀滕3时，王林却发现滕3的女婿正是自己的堂兄王卓。此时的王卓是他这400年来最开心的日子。当初王家因王林而被灭族时，他痛恨王林，同时也极度怨恨滕化元。为了给家族报仇，他忍辱负重，与滕3之女滕秀秀结婚，以待时机。如今滕家被屠，他虽然开心，但却有股忧伤地望向自己的妻子。不久，滕3警告王卓不准伤害秀秀，他便使用毕生的修为替王卓夫妻开辟传送通道。而后滕3毅然与王林的吞魂本体狠狠相撞，化为灰烬。在遥远的滕家城内，滕化元望着核心族人的玉简一一爆碎，他的脸色顿时苍白了许多，眼中还泛起了400年来从未有过的泪水。在另一边，王林也追上了王卓和滕秀秀的脚步。亲人相见，王林与王卓眼中皆有复杂之色。当初他们彼此都有些过节，只不过现在因为共同的仇人滕化元而冰释前嫌。简单寒暄后，王林得知秀秀是王卓的妻子，还有当初一起进玄道宗的王浩，因为没有结丹死了。王林轻叹一声，他明白王卓不想自己妻子死，所以他没有杀秀秀，而是嘱咐他们赶紧离开赵国，便跃上天际。望着王林远去的身影，王卓复杂之色更浓，族人父母惨死的一幕幕在心中回荡，仿佛所有族人都在骂他是王家的叛徒。王卓沉默许久，最终他柔情地结束了秀秀的生命，而后他也自杀而亡。王林，我不是王家的叛徒，更不会让滕家血脉遗留下去。与此同时，空中的王林身子一颤，因为他神识中秀秀的光点已然消失。下一瞬，王林就回到王卓夫妻的尸体旁，他明白王卓的内心挣扎，也许这样才是亲人与爱人纠葛中的最好答案。王林手指点在王卓眉心，取出其魂火，然后把它投放于一户大户人家的孕妇中。待你再世为人，或许未来你我还会再次相见。做完这些，王林又击杀了相当棘手的滕一，而后他终于来到滕家城方位。在这段时间，几乎所有的滕家族人纷纷逃难来此，他们本以为这里最安全，殊不知一进来就发现出不去，顿时恐慌四起。这一日清晨，王林踩在文兽之上缓缓飞来，其身后的数千尸体更是让滕家人无比胆寒。下一刻，王林慢慢踏进禁制阵法，滔天恨意的声音徐徐回荡：滕化元，我来了，今日不死不休。雨落，滕家最后一批元婴期强者齐齐出手，王林极尽神识发动，顿时一连串红色闪电暴涌，将来犯之敌通通灭杀。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王林不断在人群中疯狂厮杀，每杀一人，他便会把他们的人头取下，然后在旁边堆成一座人头塔。望着一边倒的屠杀，任凭滕化元怎么放大招，却对王林起不了丝毫作用，他只能声音嘶哑地看着亲人一个接一个的陨落。王林语气冰冷，手中动作没有半分留情。
藤化元，当年你杀我全族时，我的心也很痛。还有当初你是如何找到我家乡的？藤化元听闻，面露深深恨意。这个秘密你永远不会知道。王林面色一沉，魔头许立国与第三魔头立刻飘出，对着四周的藤家族人扑杀而去。你到底说不说？族人的惨叫不断传入藤化元耳中，他的容颜再度苍老起来。既然我藤家遭遇此劫，那么谁也别想跑。当初是高启明以神算之术帮我找到你王家所在。王林听完，不管真假，高启明这个名字他彻底记住了。此时此刻，藤家全族除藤化元外全部死亡。就在王林要了解藤化元时，朴男子终于赶了过来，住手！而在声音响起的下一瞬，王林手中银芒果断点在藤化元眉心，一代枭雄就此身亡。朴男子望着王林还有那高耸入云的人头塔，心中泛起寒意的同时，青红二轮飙射而出。王林目光一闪，极境神识暴涌。就在红色闪电要击杀朴男子时，通天塔使者急速赶到，将红色闪电抵御而下。通天塔使者是4级修真国之人，其实力在化神期，不然他不可能抵御住极境神识。通天塔使者淡淡瞥着王林，你居然没死，不过也好，只要你交出天秘珠，我保你成为赵国第1人，如何？王林取出一滴古神金色血液，然后目露杀机地说道：王某已等你多时。随着王林轻轻在血液上一点，顿时一个庞大金光巨人浮现，而后巨人抬起大手，对着通天塔使者狠狠拍去。在这危机时刻，通天塔使者连忙把朴男子拉到身前。下一瞬，朴男子化为飞灰，就连通天塔使者的一条手臂也消失了。使者痛哼一声，急忙取出一枚玉简捏碎，传送而走。望着使者消失的方向，王林眉头一紧，这金光巨人的神通堪称恐怖，连使者大人都落荒而逃。调息了片刻，王林举起那座人头塔，对着祖宅方向疾驰而去。在万里外的缥缈宗，高启明面色越发难看，因为伴随藤家人一一死去，他也算出自己还有10天寿元，若他躲过此劫，那宗门必将遭受重创。而今日正好是第10日，高启明一生都相信天道，所以他将宗门后事安排后，便毅然自缢而亡。在他死的一刹那，他忽然看到400年前的一幕，那时他受藤化元所求，去找一个筑基期弟子的家族所在。这一刻，高启明一切都顿悟，而后他缓缓闭上了双眼。在横越山脉的一处小山村，王林跪在祖宅门前，在他旁边则是藤家的人头塔，重重地磕了几次头。王林2行热泪顺流而下，而后他右手一滑，人头塔瞬间化为飞灰。爹娘，大仇已报，铁柱接下来要走自己的道了。做完这些，王林腾空而去。此时的他仿佛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又仿佛前所未有的失落。400年的磨练早已让他褪去了当初的稚嫩，他现在已不再是凡人，他还有自己的仙道和使命。